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催化剂，我是崔俊。今天有一点点短暂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台车，就是刚刚推出的 EQS SUV。加了 SUV 的定义呢，它属于奔驰纯电平台旗下的旗舰 SUV。这台车第一眼看上去，它和我们认知当中的那台 GLS 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台 GLS 是感觉是高头大马啊，非常硬核的。这台车 EQS SUV 第一眼看上去是非常的柔顺。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它是纯电平台，纯电平台化和 EQS、EQE 都是同样来自于奔驰的最新的电动车的那种弓形的设计，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所呈现的 EQS SUV 纯电动车的一个设计的外观。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其实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车，我可能不太想到它是一台 SUV， 我会想到奔驰之前的一款车，就是那台非常神奇存在的 R-Class， 其实有一点多功能车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其实车顶啊更矮一些，而且车身很柔顺，最关键的车头部分非常的低，这个也是为了满足这个风阻系数，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需求。如果和那台 R-Class 相比的话，我觉得它在整个形体上面其实是更接近于那台车，那么和我们传统认知的 GLS 那台 SUV 有点相去甚远了。整个车头部分呢，还是 EQS 家族式的设计，包括宽大中网上面布满了这个三星灰的这个小的标志啊，而且呢，大灯部分也有一些变化，大灯部分的面积更大，而且呢，单颗是130万像素，两边就是260万像素，所以它同样能够实现流星雨啊，数字大灯。而且大灯的里面设计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而且它新增加了几何形状的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所以这个也是区别于轿车的部分。发动机罩部分可以看到是面积非常大的一体成型的这种构件，一直覆盖到了这个翼子板部分。这样的覆盖，这个前盖是打不开的。其实电动车部分你也不用再去开这个前盖了，所以它在侧面增加夹住玻璃水的这个小的设置。整个侧面来看呢，这台车是不是就是能验证我说的，它并不像一台传统的 SUV 的感觉？因为尤其是和它原来的那台油车的 GLS 相比的话，确实外形看起来有点天壤之别。所以我看到它其实就是想到那台 R-Class。如果你认为它是 R-Class 的话，那么这台车如果是作为一台多功能车去使用的话，那么这个造型就可以理解了。同时，这个造型也是为了满足更好的空气动力学，达到一个更小的风阻系数，这个也是电动车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侧面非常的修长，尺寸来讲呢，如果和 EQS 相比的话，轴距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车长呢，比 EQS 轿车还要短一点点，所以它整体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拉长的一个感觉，所以修长的这个侧面，这个感觉我觉得是比那种看惯了那种硬派 SUV 其实要更顺一些，而且电动车嘛，自然要有它独特的空气动力学的造型。尾部部分其实就是现在 EQS 所呈现的设计的语言了，连贯式的尾灯，而且我觉得特别漂亮，就是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尾灯里面的部分，里面有这种螺旋状的 LED 灯组，这个在点亮的时候细节是拉得很满的。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虽然是电车啊，但是奔驰在这后面还是设计了有点类似于这个排气的这个小的这个细节，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所以它外部所整个呈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 EQS 家族的设计语言，而且作为后面加坠了 SUV 车型来讲的话，它相比 EQS 要更高，要更壮实，但是整体还是呈现了很圆润的这种设计的风格。坐进 EQS SUV 的内饰，
不用说了吧，高配车型，奔驰现在基本上独树一帜的巨大的3连屏啊，这个也是高配车型上具有的啊。因为我们这台车是450的版本，所以它也配置了这块大屏。说实话，这块屏没有什么新鲜的了，大家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功能了，也很熟悉了，我就不太说了。那么说一些这台车一些小的设计细节，中控台部分呢非常宽大，而且有实木的这个宽大的饰板，但是我们注意它的里面有这个银色的很多星辉的标志。这个标志呢，它不是灯，它是在这个木板之间又内嵌了一块铝板，然后让这个星辉露在木板的表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嵌的一个工艺，这个设计还是非常讲究的。这台车呢是这种蓝色的搭配，我觉得这个蓝色是非常的雅的。作为配色，还有包括玩这个豪华配置方面，我觉得奔驰就没得说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在前车门的这个位置，门框这个位置，其实我们看它从仪表盘延续下来以后，是一个翻转，有点像螺旋的这么一个设计。这个在视觉上就跳跃了一下啊，你感觉这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向下翻转的螺旋。和我们看到那个尾灯 LED 那个是不是有些类似？这台车呢，在空气净化部分呢，还提供了一个叫做6号含羞草的一个香氛啊，味道也是比较好闻的。这台车在整体的音响方面啊，当然是柏林之声了。但是这台车是奔驰目前首次搭配杜比全景声的音响系统，所以它的整个的音响的环绕和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会更好一些。刚才一直提到这个车的名字呢是叫 EQS SUV， 那么作为 SUV 的部分，它还特别配备了越野的功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菜单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驾驶模式，可以选到这个越野模式。这时候仪表盘就会变成相对应越野的一些参数，包括指南针啊，包括这个方向盘转向角度，还有包括这个车辆的上坡下坡的角度，这些显示都是为了针对于越野路况去行驶的。我们在中控屏上也可以去选择越野模式，这个时候中控屏就会有针对于越野的一些显示，包括胎温啊、胎压呀，同样还有包括车辆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实时的角度，你也可以去实时的观测自己车辆的一些越野的路况。还有就是透明底盘啊，我们在启动之后呢，这个透明底盘也可以去来让我们看到车头前方的一些盲区，所以它在应对这个坏路或者 off road 的时候，也是有针对性的一些配置，这个也是不同于奔驰其他 SUV 的一个特点。空气悬架这台车肯定是标配了，所以说它在越野模式的时候呢，悬架可以再向上升高25毫米，那么离地间隙就达到了223毫米。基本上在应对我们城市场景当中，郊区呀、山地呀等等这些简单的穿越的时候啊，这个功能是完全能够去应对了。这么庞大的车身呢，后轴同样具有奔驰的这个后轮的主动转向，同样也是10度，所以它的转弯的直径，这么大一台车啊，也仅有11米。这个在一些狭窄的路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所以这就是前部啊呈现的非常豪华和宽大的一个乘坐空间，而且坐姿相对于轿车来讲的话要更高一些，视野会更好。这台车呢，在上市的时候呢，会提供2种座位的选择啊，一个是5座，一个是7座。那么我们这台车呢是一个3排7座的版本，我们上后排看一看。第2排坐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轴距和 EQS 是一样的，是3210毫米，所以说非常的宽敞了。前面其实刚才我调好了我的驾驶的位置，所以看到我后排是毫无任何问题的啊，乘坐也非常舒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座椅，后排座椅呢，这个坐垫高度稍微有一点高，它让我大腿呢一直有一种在受力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可能如果长时间驾驶的话，这个部位的这个舒适度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说是3个人乘坐，但我觉得其实乘坐2个人更合适一些，因为中间有一个非常功能性也非常多，而且非常宽大的中央扶手。这个部位呢可以选装这个
LED 的一个可以取下来这个小的功能的 pad， 可以操作空调啊后排的一些相应的功能。前部呢也有一个小的设计，我们来看一下。摁出一下，这有一个小的卡槽，那么你可以放置你的手机放在这儿。那么再按一下，它就变成了2个杯架，所以这个扩展的功能还是不错的。2排座的空间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都关心的第3排座位怎么样呢？我们去看一看，它这个第2排进入到第3排的这个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来演示一下。要想进入到第3排呢，非常简单。第2排座椅靠背有一个一键翻折，所以座椅会前2排座椅都会向前移动，然后这样达到一个舒适的上车的空间。出来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也是同样的一键把它恢复，这样第2排座椅就恢复到一个相对比较让第3排舒服的位置。当然这时候我看一下第2排的话，基本上可能腿部的话还有1拳的距离吧。这个级别的车，其实对于3排座椅这个空间布局，还是稍微的有一些略显局促。而第3排其实对于乘员的这个舒适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它有一些杯架，还有包括每侧都有这个2个 Type-C 的接口，还有这个储物的小的绑带，我觉得这些都还是比较友好的。即使是第3排也不会觉得太过委屈。但是呢，我们这台车呢，这个第3排座椅并没有提供电动的翻折，所以说还是要手动的翻折。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些不太方便，尤其是在你第3排座椅放倒，你要想把它翻起的时候，因为它的行李箱的空间是比较长的，因为它整个2排3排完全放倒的话，可以达到2100升的一个储物空间，所以这个纵深是有的。你够这个第3排座椅靠背的时候，相对的会比较费力，所以如果第3排也能够在将来量产车型上提供这个电动的翻折，这是应该不错的。而且确实在这个价位上，第3排座椅的这个翻折，电动的翻折其实是标配了。好，现在我们开上车EQS SUV 来感受一下，因为体验动态时间很短，所以大概说一下感受吧。我们现在这台车呢是450的版本，而且是双电机的4驱，它的电池组呢是107.3千瓦时电池组，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率是400千瓦，最大的扭矩可以达到858牛米。WLTC 的续航里程呢是660公里，那么如果换算成国内的 CLTC， 这个里程应该会更长一些，所以续航里程动力输出都没有任何问题，都配得起这台旗舰级的纯电的 SUV。这台车开起来，我觉得和 EQS 相比，最大不同就是坐姿非常的高，视野非常的好，而且这台车相对的比 EQS 开起来要更沉稳一些，因为车更大了，然后车重也更重了，所以平顺性，道路上的这种平顺性相比 EQS 要更好一些。当然了，这个灵活性肯定还是 EQS 要更好一些但是对于 SUV 来讲的话，这台车的这个城市道路当中开起来的这个灵活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即使看我们今天这个掉头的路段之后，因为它有这个后轮的这个主动转向，所以最大可以到10度，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的去转这种类似于直角这种掉头弯，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静谧性我就不用说了，这台车基本上打开车窗是一个世界，关上车窗就是你自己的世界，这一点我觉得品质感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现在在一个小路口做一个掉头，基本上10度的后轮转向可以感觉车是平移过来的，这个非常的便利。好了，这就是关于奔驰马上就要发布的 EQS SUV 纯电旗舰的一个简单的体验吧。这台车呢将会在广州车展正式的国内的亮相。至于价格方面呢，我觉得肯定会比 EQS 要贵一些了，毕竟是 SUV 的车型嘛。所以我觉得对于一台100万以上级别的纯电豪华 SUV 来讲的话，目前可能对于奔驰来讲并没有相对标的
其他的产品，所以奔驰一直在做一些引领的事情。那么每一个全新品类的产品投放，那么都是奔驰坐在了前头。所以说，对于一个汽车的发明者来讲的话，投所有的资金、人力、物力和它的技术储备到纯电平台，到了新能源车型上面，那么对于产品力来讲的话，这个确实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新品牌能够去触达到的，单凭数据来触达到的。所以这就是 EQS SUV 啊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吧。好了，感谢收看这期催化剂，我是崔俊，我们下期再见。